颜值忽高忽低，痴迷少女人设，杨紫到底怎么了？作为女主本主，又一起扛起了收视大旗。然而这一次显然有点发力不足。作为《知否》现代版的承欢剂，虽有众多老戏骨的加盟，又有强大 IP 支撑，可却口碑、收视皆输给他的姊妹篇。毕竟当时《知否》可是创造了119网播量冠军、收视率破2的好成绩。然而有这么经典、深入人心的作品作为基石，仍挽救不了收视率跌至同时段第6名的命运。难道拥有望男主体质的杨紫终究不过昙花一现？其实早在今年热播的偶像剧《要99爱》就已埋下伏笔。当时杨紫虽然青春靓丽，可是演高中生还是充满违和感，那肿胀的苹果肌、高耸的额头也让她最引以为傲的哭戏接连翻车。可杨紫什么时候走上充气的道路一去不复返？这也许从杨紫改变营销定位，以及曾经的妈妈宋丹丹说起。杨紫，你长成这样，还是别当演员了。宋丹丹以为自己不经意的玩笑话，并不能让混迹在复杂娱乐圈中的杨紫改变自己的发展之路。可作为斩获众多奖项的童星，她尝试了万众瞩目，也享受了众多鼓掌，让她怎么安心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消失在大众中？处于青春期的杨紫还是不死心地问妈妈：“难道我真的走不下去了？”宋丹丹仿佛火烧得不够旺，仍然继续架着柴火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孩子，娱乐最不缺的美女，你看你这样，身材臃肿，还是好好学习，以后还有别的机会出人头地。”听到宋丹丹的话，杨紫踉踉跄跄地转身走过。她哭诉自己演艺生涯即将结束，也为现在丑陋的自己感到怨恨。可哪有父母能承认自己引以为傲的女儿长得丑？她的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安慰女儿，告诉她现在只是青春期，马上会变漂亮的。彼时的杨紫在娱乐圈并没有尝到什么苦楚，幼时凭借孝庄秘史的宛如崭露头角，后又因家有儿女中的夏雪一脚红遍大江南北。可她还是把宋丹丹的话放在心上，毕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小姑娘，谁不爱美？她开始努力减肥、忌嘴。减肥控制最严重的时候，时常感到嘴巴发苦。她想吃糖，能让她苦涩的减肥之路能有一丝甜。可娱乐圈女明星的美女层出不穷，那个还没有混出名堂，又有新星冒起。哪怕此时被保护很好的杨紫，也还是感到焦虑，只能在减肥的路上一再坚持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因为家有儿女系列的爆火，让战长沙的导演看到她的青春活泼一面，随即邀请她搭档帅哥霍建华出演胡香香一角，终于让沉寂好几年的杨紫有了机遇。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杨紫非常激动。此前已经因为容貌沉寂了许久。杨紫本想在这部热血抗战的电视剧中，用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，也用青春灵动的容颜俘获剧中的顾清明。可显然事与愿违，这部剧不管是收视率还是评分，都拿下不错的成绩。可是大家对于女性总是充满嫉妒与挑剔。这时又有许多不满杨紫的声音出现，攻击着才19岁的杨紫，骂她婴儿肥的样子好丑，和霍建华在一起不是夫妻，是爸爸带女儿。成也小雪，败也小雪，她不想成为幼态代表，抓住流量的密码，成为流量的象征，想借助美貌让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显然以后她做到了。当上女主角之后，让杨紫怎能忍受以后做个小透明，出演女3女4，这不是让她在娱乐圈活成一个笑话？这当然是杨紫不愿意看见的。于是她总是疯狂地捯饬自己，减肥瘦身，甚至让片方对她所在的镜头主张精修，是要摆脱童星形象，想要成为冰清玉洁的美人。哪怕已经成为女主梯队，她力排众议仍愿意接受镶边主角，
2014年与赵丽颖在《青云志》中一决高下。可不管剧中还是现实，她都一败涂地。作为原著中的绝对女主角，与男主角的对手戏却少得可怜。高光的戏份全围绕赵丽颖的碧瑶，这让她大为恼火。甚至在之后的发布会上，她也是全程黑脸，丝毫不想给剧组好脸色看。可是网友似乎不嫌事大，他们拿着赵丽颖的脸型与头围和杨紫做对比，嘲笑杨紫不管是脸还是头都比赵丽颖大1倍不止。这对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明星来说如何能忍？她不断地发泄自己对于容貌的焦虑，不断地在胖瘦之间来回徘徊，也是要把流量之路走下去。混迹娱乐圈，保持干净太难，看上去是名利双收的天堂，实际就是个诱惑遍地的染缸，稍有不慎，你就掉入了其中的圈套之中，开弓再也没有回头箭。既然选择流量，就要一如既往的向前。父亲看着已经接近癫狂的女儿，不断的安慰她，已经够美了，现在资源对你来说也是足够的。可要强的杨紫并没有理会父亲的劝告，只是斩钉截铁来了一句：我只是想换条赛道奔跑。不知杨紫是否对她的脸进行了高科手段，还是瘦身成功的原因，再次出现在观众的眼前时，她已经是个充满灵气的小葡萄。在香蜜中灵动的演技，以及与男主的虐恋情深，赚足了不少观众的眼泪。加上当时特效的进步，让观众再也走不出他饰演的剧作之中。可他似乎认为这就是流量的密码，也只有这样的脸才能旺他的事业。此后他也在这条路上吃到不少红利，脸似乎也悄无声息变得越来越精致。如果说杨紫走上流量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然，那她对脸肆无忌惮的爱惜，完全是因为她自己已经深陷其中。此时大不了杨紫几岁的情敌赵丽颖，已经凭借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第20条完成流量到演员的突破。当时赵丽颖出道的时候，也被导演质疑说圆脸演不了主角，嘲讽她的嘴巴像香肠一样撅着，非常的丑。可她还是没有动用流量权势，让片方为其 P 成为瓜子脸。饰演的许半夏脸上的纹路清晰可见，精致的妆容也掩盖不了痘印。可正是这样，我们才能看见一个坚韧不拔、经历过岁月磨难的许半夏。当然，杨紫可能对于赵丽颖的美貌也是羡慕的，要不然也不会在与赵丽颖合作之后，被观众发现脸部状态总是忽高忽低。可和她一样走演技路线的黄渤，在没火之前也被人评价丑，甚至连他自己都自嘲道：当你强大了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对你和颜悦色。他还是凭借《疯狂的石头》亲爱的斩获各大奖项，脸上的皱纹仿佛是他的战利品。他也从没有因为别人的嘲笑就去刻意向鲜肉靠拢，用演技征服观众。如今的杨紫已经凭借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一度登上了甜剧女王的宝座，她怎能关心众人对她的评价？一部部剧的爆火让她更相信得益于她精致的脸，从此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哪怕火了之后宋丹丹也为她的不当言论道歉，她也毫不在意，好似通过容貌的改变让她心灵得到寄托。其实像她这样的明星也比比皆是，频频陷入容貌怪圈，过多的在演技之外的另类关注，也终究让杨紫一步步滑下收视女王的宝座。其实有一说一，杨紫的演技在娱乐圈中绝对是一顶一的，可因为粉丝一再维护，让她总是在角色所迫的理由中越来越沉溺于少女感，让她的演员属性被淹没，流量热度一再拔高。此后她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工作室与路人拿出的照片总是两个极端。也有人评价她与关晓彤是最养不作为妆造的女明星，她们的颜值都被造型师拉低了。可关晓彤每次路透又比工作室精修的照片漂亮太多，杨紫怎能忍受自己独丑？
于是，在《要99爱》电视剧中，剧方单独为她打上暖光，一针针的磨皮。可随之而来的是，大家看不到杨紫精彩的演技，每次出现永远是那副冷若冰霜的脸，光滑的脸，过度的磨皮，让她引以为傲的哭戏也开始遭遇滑铁卢，看不见身为演员的伤心难过，只能看到为了装嫩，脸部扭的面目狰狞。一部两部电视剧并不能说明什么，在新剧《承欢记》中，脸部不自然的问题已经少了很多。巴掌大的小脸，灵动的大眼睛，洁白的皮肤，好像现在已经符合偶像剧的标配了。可是当麦承欢一做大的表情，那高耸的苹果肌和万年不变的2道法令纹，还是劝退了大批观众。可剧方对杨紫是真爱啊！同剧中徐凯的痘印、牛俊峰的凹凸不平的脸，以及何赛飞脸上抬头纹都清晰可见。可到了杨紫，她的脸光滑的可以滑冰，让观众看了非常的难受。瞬间网上便有了发面馒头、长得挺清秀的姑娘，非要和张萌一样整容、作死等唱衰的声音。这部剧简直也让观众身处在2个极端。本想当一部偶像剧来消遣，可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情略显俗套；当一部家庭剧来看，杨紫的过度美颜又实在带入不了剧情发展。承欢记也只能在上线的第2天变得一点都不欢乐，杨紫也无法创造一个个经典神话，她也只能对着如今的脸顾影自怜起来。其实很多导演都反对使用科技手段，毕竟当整容脸吹进央视，连导演郑晓龙都直呼翻车。2024年，年代大戏南来北往陷入争论与困境，大家都被金晨时尚的脸劝退。曾经的她以喜剧人著称，可曾几何时，她和杨紫一样的口碑。观众发现她的脸变得越来越精致，鼻子越来越高，鼻孔小得令人担心呼吸。其实颜值撑不了太长的影视路，吸引我们的一直是他们比颜值更加耀眼的人品与演技。毕竟看看鞠婧祎、杨颖、虞书欣等明星，被嘲讽除了脸蛋一无所有，可以看出美貌与滤镜的加持其实更加无用。虽然杨紫的底盘数据很好，可是一如既往的营销美貌，也让她的影视之路走得更加艰辛。毕竟92年出生，现在也已过了女人最佳的芳华。如果真的像网友所说使用过多的科技手段，也只会让脸看得更加奇怪。对于转型，杨紫应该是说干就干，要不然也不会在事业红火之时挑战大荧幕，出演热辣滚烫。毕竟大荧幕不像电视剧、电影每秒钟要拍24张，1分钟就是1440张。工作量的巨大，让每位明星登上大屏幕，瑕疵都能被放大。把爱美追求到极致的杨紫，还是对于美貌还是做到说放下就放下。可身处在娱乐圈的大染缸之中，她却能置身事外。她无时无刻要求自己出现在观众面前均是一副美丽天使模样。对于演戏，杨紫也是1等1的上心。虽拍过众多作品，她却仍是第一个达到片场。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传出杨紫亚戏的声音。为了给观众呈现出最好的状态，她可以辞去当年正火热的《家有儿女》拍摄，选择安心读书，只为让自己演技更上一层楼。她也并没有拘泥在安逸的壳子中，期间她也放弃乖乖女形象，甘心在《欢乐颂》中当一个傻白甜的存在，被渣男骗身又骗心。虽然接下来她还是出演了《长相思2》等偶像剧，剧情少不了过度磨皮与滤镜。可新电影《转念花开》一部有着刑侦元素的作品，也有沉寂多年的张小斐和她合作，一定能动摇她心中对于美貌的坚持。结尾，美貌是一把双刃剑，上天让你拥有美貌，是要让这世界因你而更加美丽。这份馈赠不要辜负，也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优秀是因实力而不是因为美貌，而使劲儿折腾、遮掩或者破坏自己的美貌。
杨紫本身已经很美，很动人，没有必要为了保持所谓的年轻美丽而一再折腾。